你没事吧？你如此袒护他，怕是不知道，他就是你苦苦要寻找的杀母仇人吧？我观你所用剑法非同寻常，你与忍冬是什么关系？她是我姐姐。那她现在身处何地？事发不久，她便被人所杀。贵妃死后，姐姐带着我东躲西藏。我问她为何如此，她不肯告诉我。昭宁郡主，小雅，去买些果子，招待贵客。快去！等我回去时，姐姐已经……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！我入府为婢，就是要查清真相，替我姐姐报仇。只是我在郡主身边忍辱负重3年，却未找到丝毫线索。直到有一日，郡主坠楼那夜，我将这香囊偷偷放入郡主衣袖。香囊里的绥靖香药劲凶猛，他必定迷离恍惚，一片混沌。那晚，我本想趁着他沉睡之时，潜入密室一探究竟。可是你没想到的是，那晚他被大元他们伪造的信骗去了碧霄楼，对吧？是的。当夜，我虽在密室找到这幅画，却不解其中之意。郡主坠楼后性情大变，全然不记得以前发生的事。我本来以为再难找到真相，直到今天，多亏了这个游戏，3年前在婚宴上给太子下毒，随后推贵妃坠楼的人便是我姐姐。不过她只是一把刀，一把被昭宁郡主用完便肆意丢弃的刀。是你胁迫我姐姐犯下此罪，而后杀她灭口。不可能。如果郡主与母妃有什么纠葛，为什么要害她？如果郡主真的是幕后凶手，那碗雅药和竹林里的死士又作何解释？这确实是母妃的自己。没错。想必贵妃早已知道，郡主自小刁蛮任性，肆意妄为，成年之后更是飞扬跋扈，仗势欺人。她自是不同意郡主与灵王婚事，但郡主痴迷灵王，见镇南王之事，求皇上赐婚。贵妃搜集证据，意欲通过朝臣表奏。她自是知道贵妃态度，还可能看出贵妃意欲何为，所以她想和灵王长相厮守。你说她是不是要除掉这个挡在她和灵王之间的人？如果直接杀了贵妃，
那必然会引起轩然大波，圣上追查起来，难免败露。阿光怎么样？他已经醒了，没什么大碍。无言和大元在照顾他。雅姑为了报仇潜伏在我身边，我可以理解。可是我没想到林七也是内鬼。他为人稳重而且善良，对我也特别照顾。这就足以说明，你之前猜的不错，整件事情的真凶还未现身。可是他为什么要拿走那幅画呢？画里又藏了什么秘密？是啊，昭宁郡主一定知道谁是幕后真凶。可他冒险留下此画，为什么不将此人画在画上呢？除非他不敢，或者他不愿意画上。主人，看来借刀杀人的计划失败了。给他看了万贵妃的折子，动手时犹豫万分，未能得手。女人优柔寡断，不堪重用。你把他了结了？那女子有几分功夫，躲开了我的镖，逃走了。逃走了？哈哈哈哈哈！你把他给放了吧？属下不敢。阿七呀，你记住了，这鹰犬撒得再远，也逃不开主人的耳目。我劝你不要执迷，你不要忘了，他的姐姐是死在谁的手里。你对他再好，你们也不会成为眷侣。属下明白。属下带来了主人要的东西。这画儿也看不出什么来。郡主大概是挂念兄妹之情，未在画上画出主人。如今，众人虽不信郡主就是幕后主使，但也没有人怀疑到主人身上。话虽如此，可是郡主今非昔比呀。她不但变聪明了，更不听我的话了。她这样，我寝食难安呐。卧榻之下，岂容他人安身？阿七，召集人手，不惜一切代价，杀了他。是。
哥哥。妹妹来啦。妹妹啊，你这大半夜的过来，王府有人惹你麻烦了？哎，没有，这不是王府丢了件东西吗？我就想来哥哥这儿找找。胡说！你们王府丢了东西，怎么到哥哥这儿来找啊？那不是有人看见偷东西那个贼进了哥哥府里？哦，东西很贵重，所以你才深夜来访。啊，哎，哥哥，你就不想知道我找的是什么？我正想问呢，丢了什么东西啊？一幅画。妹妹，随便碰别人的东西，这样不好吧？爹娘去世的早，这都怪哥哥对你管教不严呐。烦死了，烦死了，烦死了！不演了，不演了。我实话跟你说吧，我不是你妹妹，你妹妹啊，被你找的人从碧霄楼上推下去，摔死了。我呢，就是来找罪证的。谁的罪证？你的罪证。我的妹妹呀，你是不是真的把脑子摔坏了？好，就算我有行凶的嫌疑，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，你向我来要罪证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。妹妹，别闹了。那这画我看看总行吧？来看。哎呀，你还真别说，你画画的技术是越来越好了。哎呀，我是个粗人，不过这画我看了半天，也没看出来个1、2、3呢。灵王大婚在3月，不该用16画。这株花树像是新添上的，在遮盖什么东西。将军，没什么可说的。这说什么？这画上画了一个穿盔甲的小人，就说本王行凶杀人呐？哎，行吧。那你看，我给你推理推理，你看看我说的对不对？妹妹是要给哥哥说书。好，我洗耳恭听。好，开始。当年先皇所立的太子，也就是当今圣上，为人正直，不为小人所惑；而军功卓越的镇南王，也就是您，并不满足于手中的军事大权，反而想要左右朝廷。可是太子太过于是非分明，不好掌控，于是你便想着替先皇另立太子。纵观整个宫廷，只有万贵妃母子比较合适。可是万贵妃失宠已久，这灵王又太过幼小，于是你就派了忍冬去服侍万贵妃，并教她舞剑。你在皇上面前说尽了万贵妃的好话，果然不出你所料，这一来二去，万贵妃果然负宠。可是你没想到的是，万贵妃根本就不想让自己的儿子上位，因为她不想灵王像自己一样变成一个傀儡。于是她到处去搜集你的证据。殊不知，你早就把自己的罪证全都转嫁到自己的妹妹昭宁郡主身上，而万贵妃搜集的证据对你毫无伤害。你知道了万贵妃的计划之后，并没有想收手，而是继续利用自己妹妹对灵王的爱，顺利把她嫁入了灵王府。这样一来，如果灵王上位，你妹妹就是皇后，而你，就自然而然成了一手遮天的国舅爷。所以在灵王大婚那天，你先让忍冬毒杀了太子，然后自己亲自诱杀了万贵妃。可惜啊，太子救治及时没有死，而你妹妹却亲眼看到你诱杀万贵妃的全部过程。于是呢，
你想了一条计策，先杀了忍冬灭口，然后又放出谣言说万贵妃是因为毒杀太子未遂畏罪自杀。可是你妹妹却变成了你的一块心患。虽然她从来没有想过要告发你，只是自己日日作画来疏解心中的苦。可是你还是派人把她从碧霄楼上推了下来。你妹妹死了，却又死而复生，复生的人就是我。随静香。OK， 你下去吧。喂，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让我演皇上？为什么让我演太医？为什么让我演太医还要沾上胡子？为什么你不结巴了？啊，是啊，我不结巴了，我不结巴了。看来问题的关键还是出在忍冬身上。汤圆里面下的是随静香，贵妃坠楼的时候，她又出现在碧霄楼。毒害太子，推贵妃坠楼，看来都是忍冬做的。可他一个小小的随侍，为什么要毒害太子，构陷贵妃呢？他背后必定有人指使。可是他幕后的人到底是谁呢？雅姑呢？去哪儿了？小雅，其实这个药方不是给我的，是给你的。之前的事我确实不记得了，可能让你受了很多苦，我也没有办法改变以前。所以以后我会好好弥补你，好吗？但是如果把贵妃引入，蒸煮封魔，然后再伪装成畏罪自裁，皇室为了声誉，那必然是息事宁人啊。正是如此。至于雅药和死士，如果去坊间走一遭便知。昭宁郡主贺明远扬劣迹昭著，早已民怨滔天，
人人欲得而诛之，冒出几件害他的事情并不稀奇。你们看看这折子便知了。桓帝15年9月，昭宁郡主于室中，略以青年男子为奴，不从，当街殴人死。桓帝16年春，兴修别院，霸占民田万顷，置100余口为流民。桓帝16年夏，开凿鱼池，充平民为奴，治水灾坏良田，死伤千计。你就没有什么要和我解释的吗？现在解释还有什么用吗？刚才雅过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？我不想听旁人说，我只想看眼前人怎么说。就算我说了，你也未必会信。既然你不想说，那我替你说吧。你跟这一切根本就没有关系，因为你根本就不是昭宁郡主。你跟这一切根本就没有关系，因为你根本就不是昭宁郡主。走走走，走吧。你既然已经认定，郡主就是你的仇人，为何隐忍3年都没动手？一则因为我想查清事实的真相，二则因为坠楼之后，郡主变了，她待我体贴关怀，无微不至，就像我的姐姐一样。那你真的相信杀害你姐姐的人就是郡主吗？反正我是不相信郡主会杀人。真正的昭宁郡主早就死在碧霄楼了，而我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。你肯定觉得我疯了。就像你故事里说的那个小男孩，一觉醒来，发现自己在魔法世界。差不多吧。所以，你信我？我当然信你。如果换做别人，我肯定以为他疯了。但是你一贯不按常理出牌。所以，你是怎么发现的？
和离书。这和离书是你，不，是昭宁郡主写的。你的字迹不仅粗犷，而且错字连篇。你的一颦一笑，都无法让人忘记。我看着你的眼睛，就知道你不是他。怎么？我总觉得有点蹊跷。若郡主真是这样的人，为了成为灵王妃不顾一切，那为什么又要在事成之后又偷偷写下和离书呢？我反而觉得她不是恶毒的人，还有几分憨直和痴心。你不觉得奇怪吗？自从郡主加入府中，咱们一直在她左右，从没见过有如此作为。这郡主吧，是挺可恨的，但也就是在府内骄纵蛮横、顽劣任性，就是一个被宠坏的千金大小姐罢了。你说她做了草菅人命、只手遮天的事儿，我还真是不信。是啊。所以你觉得昭宁郡主并非幕后真凶？我也没有证据，只是直觉，大概也没有人会相信吧。若真如你所言，此事另有真凶。他们利用完雅姑之后，一定会找机会除掉她。我们可以用雅姑当做诱饵，便可趁机抓住对方的把柄。不行，这样不是把小雅置于险境吗？可她也不算一个无辜之人。我就送你到这儿了，你赶紧离开京城，永远都不要再回来。你放我，就不怕我再杀你？你要是想杀我，早就动手了。今天你的剑迟迟未落下，我就知道你根本不相信我是所有事情的罪魁祸首。无论如何，查清真相之前，我是不会离开京城的。我姐姐虽然有错，却也不该死得不明不白。杀你姐姐的人，一定是害死万贵妃的凶手。我和灵王一定会查清楚的。那就让我留下来帮你吧。不行，京城对于你来说太危险了。只要能查清真相，替我姐姐报仇，死又何妨？这个是我从集市上淘来的，我
觉得跟你很搭，送给你。果然很般配。从此以后，你就是一个仗剑走天涯的女侠。人生在世，除了仇恨，外面还有很广阔的天地，你值得去看一看。小风，快走，走得越远越好，快走。你就这么放他走了？我一直都在，以防他对你下手。他不会。他今晚就想杀你。我知道他姐姐跟贵妃的死脱不了干系，可是他是无辜的。如果说他有错，他只错在满心仇恨，跟你一样。阿光，没事吧？是林七，林七拿走了那幅画。他们两个有问题。是什么问题？他们两个一定是谈恋爱了，对，谈恋爱了。别动。林掌柜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伤口不浅，要小心养护。没有别的？没有。今天我又算欠你一条命，日后定当报答。报答？如何报答？倘若你想要那幅画，我无能为力。在你眼里，一切都是交易吗？我今天救你，不是为了你能报答我，至少今天是这样。等等，我
看过那幅画。你想知道什么？我告诉你。王爷，从各司带来的卷宗已经按照您的吩咐送去栖霞馆给郡主了。给谁了？王妃，王妃。好，去栖霞馆。郡主则暂避安排，必则暂避消。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呢？王爷，你来了，快来坐，我们刚好差2个人，快坐，大元。坐吧。我们在玩郡主新开发的那个瓦舍游戏，叫什么沙来着？剧本杀。啊，对，就是那个沙。我呀，就是根据送来的卷宗改编的剧本。我们如果现在玩的话，那我把角色分配一下。好，林七呢，你就饰演镇南王。咱们推演一遍，深入到角色里，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地方。妈妈呀！雅姑，你就饰演万贵妃身边的侍女忍冬。大元，你饰演太子，就是当今的圣上。无言，你饰演万贵妃。阿光，你饰演太子身边的太医高太医。为什么？安静，要服从导演的安排。我们现在来梳理一下案情。当日呢，是灵王和郡主大婚的日子。当日，灵王因不满包办婚姻，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赌气不出，而昭宁郡主则被安排在碧霄楼附近的厢房，苦苦等待。今日乃郡主殿下和瑞儿大婚，太子殿下，镇南王，我敬你们一杯。等一下，我母妃哪有无言这么做作的？为什么？哎，别打岔，继续。宴会上，太子吃了万贵妃呈上的汤圆，差点窒息而死。然后，万贵妃就无缘无故的从碧霄楼上落下。所以，这个案件的线索就在你们几个身上。我跟灵王呢，就是侦探，要对你们进行逐一的审问。是什么探？侦探。朝堂上有不少大臣支持灵王立储，太子可曾听说过？前朝啊，的确偶有改立之说，但也不过是跳梁小丑。
全都被父皇驳斥了。嘿，妈妈呀！朝堂上下因为立储之事明争暗斗，又逢大将军凯旋，皇上极其信任，应该有不少人拉拢大将军。不知道大将军心向的是哪一派啊？我出身行户，不过是一介粗莽武夫，从不关心朝堂政事，所以我谁也不像。大将军为人正直，确实与梁大没有什么来往。当日可是高太医为太子医治的呀？正是微臣。那你手上应该有很多猛料了。还真是。那这次镇南王和贵妃联姻，贵妃一党日益强壮，太子就不曾忌惮了？太子可能忌惮贵妃一党的势力，做了一个苦肉计，先是给自己下毒，然后又逼迫忍冬把贵妃引上碧霄楼，将其推下，再散布谣言说贵妃是畏罪自裁。笑话！我乃皇上嫡传长子，深受父皇器重。况且我与六弟向来和睦，甚至他从未有夺嫡之心。那我干嘛多此一举，陷害一个与我无威胁的人呢？对吧？嘿，是吧，六弟？郡主嫁入王府，将军就不怕别人非议说你攀附贵妃？众人皆知，小妹自小就爱慕灵王，法院此生非她不嫁，就连婚事都是自己死皮赖脸求来的。死皮赖脸啊！这个事情我可以证明。将军注意你的言辞。妈妈呀！哎呀！你们看，这是太子殿下经常用的一个药方，上面有八戟天、肉桂、枸杞、仙茅等药材，这说明什么？什么？说明太子他肾虚。让你找证据，没让你聊八卦，什么肾虚不虚的？你早说证据嘛！证据咱也是有的。说。事发之后，我查验了，那碗汤圆，有人在里边加了东西。加了什么？大概有合欢、石龙蕊、曼陀罗、川乌等药材，这些药材均有麻痹之功效。一旦人体会出现喉咙无力、呼吸困难，毒性极强，有甚者会噎食窒息而亡。东西